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到大家。小王，我听说你上个月第一次坐高铁去了上海。是的，我从北京出发，坐高铁去了上海。第一次坐高铁，你紧张吗？有一点紧张，也很高兴。我以前只坐过普通火车，所以我想知道高铁有什么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就跟着你，从北京一直坐到上海。你可以说说一路上做了什么，也说说有什么感受。好，我从买票开始说。我提前3天在手机上买了票，车票是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。买完票以后，你先看了什么？我先看出发日期和时间，然后我看了车次和出发车站。北京有好几个火车站，不能走错。对，车站的名字很重要。你也看座位了吗？看了，我的座位是8车12号，还是一个靠窗的座位。你很喜欢坐在窗边吧？是的，第一次坐高铁，我想看看窗外的风景。出发以前，你还准备了什么？我带了一个小包，里面有水、面包和手机充电器。我也带了买票时用的证件。这个证件很重要，进站和上车时都可能要用。所以出门以前我又看了一次，证件在包里，我才放心出门。你几点到了北京南站？我提前1个小时到了，我怕车站太大，自己找不到路。你第一次看见车站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高铁站又大又干净，里面的人很多，灯也很亮，前面还有好几块大屏幕。这么大的车站会不会更紧张？刚进去的时候我更紧张了，我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等车，屏幕上还有很多车次和数字。那你是怎么找到方向的？我先找到一位工作人员，我问他，请问我应该在哪里等去上海的高铁？他说了什么？工作人员说，请看大屏幕，我的车要在6号检票口检票。这句话很有用。6号检票口就是你上车以前等的地方。对，我看见屏幕上的6以后，就知道往哪边走了。你马上就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先走错了一点路。我看见5号检票口就停了下来，后来我发现我要找的是6号，不是5号。还好你又看了一次数字。是的，我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就看见6号检票口了。到了那里以后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先看大屏幕上的车次和时间，屏幕上的目的地是上海虹桥，车次和时间也都对，我就在6号检票口等车。等了很久吗？没有，大约等了20分钟。我坐下来喝了一点水，听见广播以后，大家开始排队。你那时知道该怎么检票吗？我看前面的人怎么做，轮到我时，我拿出买票用的证件，我把证件放在机器上，几秒以后，门就开了。所以你不用先取一张纸质车票。对，我这次直接用证件检票，我顺利通过了检票口。通过检票口以后，车就在前面吗？我还要往前走一段路，我跟着前面的人往站台走，很快我就看见高铁了。你第一次近看高铁有什么感觉？车很长，也很干净，车门旁边有车厢号，我要找的是8号车厢。车厢号和座位号不一样，对吗？对，8号是车厢，12号是座位。我先找到8号车厢，再上车找12号座位。2个数字分开看就不容易走错。你上车以后很快找到座位了吗？车里有座位号吗？可是我第一次找座位找得有一点慢。我问旁边的人，请问12号座位在这边吗？他笑着说，对，就在窗边。这也是一句很实用的问法。我说了谢谢，就走到窗边。我把小包放好，然后坐了下来，看到座位号和车票上的一样，我终于放心了。从进站到找到座位，你已经做了不少事。那时还紧张吗？不太紧张了，我已经知道自己坐对了车，也坐对了位置。列车什么时候开动的？
到了出发时间，车门关上了，列车先慢慢开，然后越来越快。速度很快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吗？我看窗外时，能感觉到车开得很快，可是我坐在车里，没有觉得很晃。高铁开得很平稳。你怎么发现它很平稳？我把水杯放在小桌板上，水杯一直放得很稳。我站起来拿东西时，也能慢慢走。原来平稳不是很慢，车可以很快，也可以很平稳。对，这就是我最没有想到的地方。你坐在窗边，看见了什么？刚离开北京时，我看见很多高楼，后来高楼变少了，窗外有房子、田地和河。有时候我还能看见别的火车，它们很快就从窗外过去了。难怪你一直看着窗外。是的，窗外的风景像一张张画，每一张画都很快从眼前过去。你会觉得无聊吗？不会，我看了一会儿风景，也听了一会儿音乐，后来我还吃了带来的面包。旅途中有人和你说话吗？有一位乘客问我，这里有人吗？有看了一下旁边的座位，我说没有，请坐。这也是坐车时常听到的简单对话。是的，那位乘客坐下以后，还告诉我快到南京了。听见南京以后，你知道上海已经不远了。对，我又看了手机上的到站时间，那时离上海已经不远了。从北京到上海一共用了多久？我坐的这趟车用了4个多小时，不同车次的时间可能不一样。4个多小时以后，你到了哪里？列车到了上海虹桥站，广播说快到站时，我拿好自己的小包，然后我跟着大家走下了车。第一次走进上海虹桥站，你还紧张吗？不紧张了，我跟着出口的标志往前走，很快我就走出了车站。从北京到上海，你顺利完成了第一次高铁旅程。是的，刚到车站时，我觉得车站太大了。到上海以后，我觉得坐高铁没有那么难。后来为什么不觉得难了？买票以后，我看清了时间、车站和车次。出发时，我带好了买票用的证件。不知道往哪儿走时，我就问工作人员。车厢号和座位号也帮你找对了地方。对，我先找8号车厢，再找12号座位，一步一步坐，就没有那么难。如果有观众第一次坐高铁，你想告诉他哪几句话？不知道往哪儿走时，可以问，请问我应该在哪儿等车？也可以问，请问6号检票口在哪儿？如果已经上车呢？可以问，请问12号座位在这边吗？先说请问听起来会更礼貌。我们再把你的旅程说一遍。你先买票，看时间、车站和车次。到了车站以后，我看屏幕，也问工作人员。通过检票口以后，你找车厢和座位。坐好以后，我发现列车又快又平稳。最后，你用了4个多小时到了上海。所以我下车时说，现在的交通真方便。这次旅行也让你不再害怕大车站了。是的，我下次还想坐高铁去别的城市。小王第一次坐高铁，顺利到了上海。你第一次坐高铁或火车时最担心什么？你最想先知道车次、检票口，还是座位信息？欢迎把你的经历和答案都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请点赞、订阅，也分享给正在学中文的朋友。谢谢你陪我们一起坐完这趟高铁，希望你下次坐车时也能轻松找到方向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祝你一路顺利，再见。一个快乐的话题，整理好当下的情绪，那是自由的旋律，带着微笑的一曲，我们要去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寻找好天气，写下一首轻快的舞曲，不需要什么言语，只要这节奏在继续。哒啦哒啦的呼吸，这感觉多么清晰，哒啦哒啦的距离，这种轻松没法比，让世界都